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我前面有期视频讲了韭菜有机种植快速生长的秘密，那期视频以收过韭菜花后的韭菜为前提，介绍了通过收割、断根、水肥管理和盖土等综合手段，让土壤迅速恢复肥力，从而促进韭菜的快速生长。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再把韭菜种植的事情说得全面和透彻一些。这个新的角度就是大家普遍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韭菜的分根和移栽，这是种好韭菜的另外一个关键。我会围绕着韭菜的分根和移栽，详细的介绍一下何时需要分根，怎么样分根，怎么样移栽，需要用什么样的土和肥，收割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工具，何时收割，怎么样收割。同时还会回答一些朋友们关心的或者是留言中问到的问题，比如什么时候施肥，多长时间施一次肥，怎样浇水，多长时间浇一次水，什么时候盖土，盖什么样的土，需要每次割完韭菜都盖土吗？韭菜年年都种在同一个种植场里面，不用像其他菜年年需要换地方吗？我会在视频中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并且解释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和整体的考虑。大家看我这个种植场里面的韭菜，有些是长得比较粗壮的，有些就长得比较细小。我在这个种植场里边种植的所有的韭菜，所有的种植和生长条件都是一样的。出现粗壮和细小这样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分根移栽。这些长得比较粗壮的韭菜，是因为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分批的给它们进行了分根移栽；而这些长得比较细小又很密实的韭菜，是因为我已经有3年没给它们进行分根移栽了。韭菜的分根移栽从时间上来讲，需要大概2-3年进行一次。当然，这个时间和你的种植方式关系非常大。韭菜种植的越分散，间距越大，需要分根移栽的频率就越低。像我都是大概间隔1英尺30厘米左右种一撮，这样大概每3年分根移栽一次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如果从时间上不好辨别是不是该分根移栽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粗细和密实程度来辨别。比如像我这一丛，可以明显看出来它长得太密了，而且长出来的每一颗，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都非常的细小。这就说明我们该对它进行分根移栽了。我今天主要就是把这4撮挨着的韭菜给它进行一下分根移栽的处理。另外这一边这一撮韭菜还有一点串根，这一丛就是分根分出来的，我也需要把它们挖出来处理一下。这样的话，韭菜不仅能够长得好，而且水肥管理和收割方面也非常的容易。我现在把韭菜用铁锹给挖出来。这撮韭菜我把它连根带土都给它挖出来了，看看这个根系多发达，长得密密麻麻的。我都是连着土，把整个土坨和韭菜一起拿出来的。等一会儿移栽的时候，我会聊一聊关于土的处理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是刚刚挖出来的韭菜，我把这些长得比较大的剪下来，一会儿可以做个韭菜炒鸡蛋。像这些过于细小的韭菜，我们就直接把它剪下来，然后喂鸡了。否则的话，这些细小的韭菜摘起来太费时间了。另外就是在韭菜挖出来之前，先进行收割，然后再挖，这样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挖出来之后先不剪，先给它分根，分完之后再剪，也是一样的。选一个你自己觉得最方便的方式就行了。我先拿这一丛来示范分根。我们分根前先把土坨上面的土尽可能多的给它抖下去。抖过之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正面，这是反边的根。看看这个根是不是长得特别的夸张，完全纠缠在一起。我试试这样，这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掰得动。我先这样给它1分为2，这样方便接下来的分根。大家看一下这种老根的粗壮程度，长得就像一根根的小胡萝卜一样了。我们分根的时候就这样一根一根的给它掰下来就可以了，就像这样，不用太担心把根掰断，韭菜是非常皮实的，我们就这样使劲的掰就可以了。看看这些老根，这个就是3年的根。
看看现在这一颗，就是韭菜正在分根的过程，正在由1颗变成2颗。我们分的时候把它从中间掰开就可以了，这样就成2颗韭菜了。分下来的韭菜根很多都是带着这些特别老、特别粗壮的根的，我们要把这种粗壮的根给它掰下来。就这样把这个根掰下来不要了，然后我们留的是这一颗。这种分下来的根可以再给它适当的修剪一下，就像这样。如果这种小根不是特别长，不是特别多，也可以不修剪，问题也不大。看看这一颗的木质根长得多紧密。像这种情况，你给它再多的水和肥，它长出来也是非常的细小，非常的瘦弱的，因为根与根之间已经没有距离了，严重影响它吸收养分。像这种分完之后根须特别长的，我们再把这个老根掰掉之后，还需要拿剪刀给它再修剪一下，剪得稍微短一些，这样就适合种植了。这种更明显。有些老根如果掰不动的话，也可以用剪刀直接把它剪下来。这个就是我分好根、修剪过之后的韭菜根了。我刚才一共是挖下来4撮韭菜，现在我分出了4撮韭菜根，一会儿种回去。每一撮里面大概有8、9颗韭菜根。我现在开始来处理移栽韭菜根之前的土壤。有人会问我，你这个韭菜年年都种在同一个种植床里面，不需要换地方吗？年年换地方肯定是不需要的，这里边有2个选择。一是分完韭菜根之后，选择一个新的地块移栽韭菜，而原来种植韭菜的地方可以种点其他的蔬菜。第2个选择就是我使用的方式，还在原来的地方种植。只不过这个时候要想种好韭菜，是需要换掉一部分土壤的。还记得我刚才挖韭菜的时候，把土坨连同根一起都挖出来了吗？这样的话，不仅原来的旧土被挖出来了很多，而且里边基本上也不残存韭菜根了。接下来，如果感觉原来种韭菜的地方残存的旧土还是比较多的话，还可以选择再把它挖出去一部分，然后撒上鸡粪肥作为底肥，撒上4、5把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倒入一桶全新的堆肥土，再加上一点菜园其他地方的原土，然后把它们一起混合一下。如果加的是堆肥土和牛粪土的混合，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现在没有牛粪土了，所以就加了堆肥土和原土。如果只加堆肥土填平原来的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之，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换掉一部分原来的旧土。这个就是弄好后的样子了。这个和移栽到其他地方的效果是类似的，但明显这样做更轻松、更省事儿。我这个种植池是15年的时候建的，建好之后就一直种的是韭菜，韭菜一直都是长得非常的好。我这里边的韭菜基本上都是分过2次根的，有个别可能是分了3次根，所以大概就是2年多到3年分根1次。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移栽了，移栽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我们像其他蔬菜一样先刨坑，然后再混入一把鸡粪肥作为底肥。我种植韭菜选择的行距和间距都是1英尺30厘米左右，这是我这些年从种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佳的距离了。然后我们每一撮种8到9颗韭菜。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要用土把它薄薄的给盖住，这样韭菜很快就能发力长出来了。韭菜的特性是它们喜欢扎堆儿，一撮一撮的生长，喜欢群居，相互依偎才能长得更好。这也是我选择把8、9颗放在一起作为一撮来种植的原因。每撮多1、2颗或者少1、2颗问题都不大，但是要注意的是，每撮如果太少了，那意味着将来你收割这撮韭菜的时候，在前1年收割的韭菜就很少。而如果每撮种的太多了的话，那可能意味着1年多或者是2年你就需要给韭菜进行分根移栽了，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每一撮种8、9颗韭菜是一个基于综合考量之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选择。这样的话，我只需要2年多甚至是3年给韭菜进行1次分根就可以了。我这种韭菜的种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收割和水肥管理特别的方便。
我们收割的时候就这样一撮一撮的用镰刀给它割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因为韭菜横竖长得都整整齐齐的，而且间隙刚好适合搂钩断根，然后这种种植方式对于我实施横向搂钩施有机氮肥，纵向搂钩施草木灰的这种施肥策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接着我给刚才移栽的韭菜根浇上定植水，这样我们整个分根移栽的过程就算是完成了。另外我还想再跟大家谈一下关于浇水和施肥的那些事情。首先是关于施肥，韭菜是特别喜欢肥的一种植物，尤其喜欢氮肥和钾肥，所以我们全年的施肥策略都是以氮肥和钾肥为主。只有在夏天韭菜开花的时候，它才需要一部分的磷肥。我在前面一期关于韭菜的视频里面提到过了，我种植韭菜过程中使用的那些有机肥料，主要就是含氮特别高的雪肥 blood meal， 还有就是草坪肥，然后是氮含量比较高也含有磷钾的有机鸡粪肥和其他有机复合肥，再有就是用来补充钾的草木灰，还有有机矿物质肥。我们平时在施肥的时候主要是以氮肥和钾肥为主，每次割完韭菜之后就可以施一次肥。如果你的施肥量比较大的话，也可以在第二次收割完之后施一次肥。施肥的策略就是按照我前面提到过的横向搂钩施有机的氮肥或者是鸡粪肥，然后纵向搂钩施草木灰或者是钾肥。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草木灰和有机肥之间发生反应，互相影响肥力。我们每次或者是每2次收割完韭菜都要选择施一次氮肥，然后施一次草木灰，这样能够给它及时的补充氮和钾。另外就是偶尔施一些鸡粪肥，尤其是在夏天韭菜要开花，我们准备收韭菜花的时候，我们可以施一些鸡粪肥，这样能够给它补充磷。韭菜开花是需要一定的磷肥的。我们施肥可以选择在韭菜收割之后第2天进行，这样可以让韭菜割过的伤口稍微愈合一下，然后施肥就可以结合浇水一起进行了。大家都知道韭菜是喜欢大水大肥的，我们接着就来聊一下浇水的事情。刚才提到了韭菜收割之后第2天结合施肥进行浇水，这个时候我们尽量浇一次大水，目的是让土壤湿透，保有充足的水分，这样的话韭菜就能够借助水和肥迅速的生长了。另外就是浇水的时候尽量选择浇在韭菜的旁边，不要浇在韭菜的叶子上面，这是一个普遍的浇水原则，给其他的蔬菜浇水也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多长时间浇一次水，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说，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土壤和种植环境区别都是挺大的。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让土壤一直保持湿润，让韭菜能够充分的吸收水分，这样长出来才鲜嫩可口。我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每天或者是每隔1天都会浇一次水，春秋的时候可以是3、4天或者是4、5天浇一次都没有问题。我这秋天的时候经常下雨，所以秋天的时候我都不怎么给韭菜浇水。看看我把表层的土挖开，土壤还是完全湿润的。这种湿润又不积水的状态就是非常好的土壤状态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在没有滴灌的情况下手动进行浇水的方法和原则。如果有滴灌的话就更简单了，每天开个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不过每次结合收割施肥还是要相应的手动的浇一次大水比较好。聊完了浇水和施肥，我们再来谈谈盖土的事情。因为随着韭菜的生长，它的白根部分会越长越高，我们需要通过收割和盖土的方式把它的根部尽量多的埋住，这样有益于它的生长。同时我们盖的这些土也可以有效的补充土壤的肥力和有机质，这也是有机种植蔬菜需要进行的一个关键步骤。盖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有机的堆肥土，比如说树叶和草的堆肥，或者是厨余的堆肥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选择牛粪土、马粪土、羊粪土、羊驼粪土，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有机堆肥都可以。然后盖堆肥土一般的话我们每年进行2次就可以了。我一般会选择在9月份收割完韭菜花之后给它盖一次堆肥土，因为韭菜已经生长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并且已经开花，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营养和有机质。还有一次就是在入冬前，我这个地区就是大概11月份，我在天气冷的时候给韭菜稍微盖上一层堆肥土，这样的话能让韭菜顺利的过冬。这个时候盖土不光是补充营养，更主要的就是保温保暖了。另外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春天收割完第1茬韭菜之后也可以再盖一次堆肥土，这样效果肯定是更好。不过我为了省事儿也节约一定的成本，春天一般就不这样做了。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割韭菜。割韭菜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就是这样的镰刀，
这种镰刀一下子就可以把一撮韭菜都割下来，非常的方便好用。如果没有镰刀的话，这样的厨房剪也是可以的，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剪几下也就剪下来了。我们割韭菜的时候，镰刀要靠近韭菜的根部，贴着土壤，这样把韭菜一下子给割下来，尽量让割出来的伤口光滑平坦。贴着地表割的一大好处就是让韭菜根部白色的部分不至于越长越长，离出地面太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要盖很多的土才能给它盖回去。韭菜根部露出地表太高，韭菜的生长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基本上只有2个策略，一是盖土，第二就是割的时候尽量割得低一些。所以贴着土壤收割韭菜，或者是在土壤下边一点收割韭菜，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用那些专用的收割韭菜的工具，是可以比较方便的收割在土壤里面的。另外就是收割韭菜的时机，如果是做炒韭菜，比如说韭菜炒鸡蛋或者是韭菜炒鱿鱼的话，现在这个大小收割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比较嫩，这个是大概不到2周的韭菜，这个时候韭菜是最鲜嫩的。如果用韭菜做馅儿，比如说做馅饼的话，可以让韭菜长的时间更长一些。比如说3周，这个时候韭菜的味道会更重一些。当然，这个时间受温度和气候影响比较大。我介绍的这个是根据我这个地区春秋韭菜的生长情况来确定的，仅仅作为参考。究竟什么时候收割比较好，自己尝试2、3次就可以了。另外要说的就是收割的当天哪一个时间点收割最好。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早晨露水刚刚退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收割下来的韭菜是最鲜嫩的。好了，我要拿着刚才割下来的韭菜回去做个韭菜炒鸡蛋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